大家好，我是张大刚，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又没主角戏份的经典热血格斗番《范马刃牙》。上集说到，刃牙入狱，见识到了第二先生凯巴尔的英姿。没过多久，奥利巴就亲自找上了凯巴尔。这个男人扭断了牢房的大门，还毫不在意的让狱警挂个窗帘。奥利巴一上来就表示，他们都有一个致命缺点，那就是不服输。不管是谁都想赢，但是有一个明确的不同，奥利巴是为了心爱的女儿而战，但是凯尔巴认为为了别人而战本身就是弱点。两人打情骂俏的行为，属实激怒了刃牙，气得刃牙一手拽住一人的衣领子质问，然后就被揍晕了。奥利巴从裤兜里掏出一张手帕，变态似的纹绣着，这是他在心爱的女人住过的镇子上买的，就算不是他的东西，他都会觉得刺激。他不断的炫耀着自己的女朋友，结果被凯尔巴一口口水吐在了手帕上。你跟单身狗搁这炫耀啥呢？奥利巴顿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惨叫，抱着手帕冲出了监狱。他在房间里穿着西装尽情的打扮自己，最后捧起一束玫瑰花去见他的女朋友玛利亚。虽然玛利亚脾气暴躁，喜怒无常，但奥利巴对他的爱依旧无比深沉。在得知奥利巴带着女朋友住在监狱的时候，刃牙和凯尔巴都惊呆了，他真的是在服刑，不是在度假吗？而且没人见过玛利亚，都认为是奥利巴虚构出来的人物。明天一早就是奥利巴和凯尔巴的对决。凯尔巴从箱子里取出一个罐子，递给2米壮汉，让他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打开，明天对决的时候再给他。众人都好奇瓶子里面装了什么。凯尔巴说这是勇气，在他出发去往美国的前一天，岛上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旋风，几乎摧毁了所有的建筑。一个小孩将这个罐子交给了他，他是岛上最胆小的孩子，却在最高的崖壁上站了一整晚，将风雨雷电收集进了这个罐子。这是美国最大的监狱，但是今天却没有任何守卫，监狱里没有一个犯人，4000多名囚犯都聚集在广场上，等待着决斗的开始。不一会儿，奥利巴抬着一张巨大的床出现了，他将床放下，上面躺着的赫然是他的女朋友玛利亚。看到玛利亚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惊呆了，因为床上躺着一个用肥胖都不足以形容的女人，她就像一张庞大的肉饼摊在床上，但是不难看出瘦下来的确是个美女。然后奥利巴猛地发力，最后整个人就像是金蝉脱壳一样从衣服里弹了出去，只在原地留下燕尾服的轮廓。凯尔巴也打开了那名为勇气的瓶子，霎时间狂风巨浪从瓶中涌出，仿佛置身于波涛汹涌的海上，他获得了对抗暴风的勇气。凯尔巴扯下了自己的头巾，让奥利巴握住手帕的一角，这是欧洲中世纪贵族之间的决斗规则，抓着手帕的2个角，决斗双方交手，谁先松开谁就输。听上去像是小孩的过家家，但人家确实是真刀真枪的干。比赛开始之前，互相查了对方祖宗18代的两人先放了一波狠话。凯尔巴从小接受的训练简直非人，他能用1根手指倒立，手部的力量自然不用说，但同样奥利巴指尖的力量也非常强大，折叠硬币、捏碎啤酒都是小意思。等奥利巴捏住手帕的一只脚，凯尔巴的拳头就呼了上去，他不为打倒奥利巴，只想让他忘记手帕的存在，从而主动放手。两人都紧紧地捏着手帕的一角，但无论怎么打，奥利巴的手都还是紧紧地捏着手帕。凯尔巴一个膝踢，奥利巴失去平衡倒地，但他的手指就像是粘在手帕上一样，甚至牵引着凯尔巴往前倾。为了保持平衡，凯尔巴不得不伸出双手紧握手帕，奥利巴巨大的身躯也就被牵引住，没有摔倒。还嫌挑衅不够，奥利巴又改变了捏手帕的方式，改用力量最薄弱的小指。按照他的说法，小指是贵族的象征，贵族在品酒的时候会翘起小指，这是为了防止沾水无法捏香料。在奥利巴的挑衅下，凯尔巴放开了抓着手帕的双手，然后拔下3根胡子碾成针，朝奥利巴的眼睛激射而去。奥利巴猝不及防，下意识地闭上眼睛防御，而凯尔巴已经趁此机会飞扑而上，一把抱住奥利巴，把他往空中一扔。奥利巴瞬间在空中翻转身体，平稳落地，但是抓手帕的姿势却不经意间从捏变成了抓握。接下来又换凯尔巴用小指捏着手帕嘲讽了。玛利亚也觉得这样的奥利巴没有魅力，一句话打击的奥利巴心灵受创。凯尔巴也毫不客气的雪上加霜，再次打击，手脚脑袋并用，朝着奥利巴的头部发起猛攻。不过很快，奥利巴就从难过的状态里缓了回来，满脸是血的问凯尔巴：“你还要抓着手帕多久？”众人低头一看，都惊呆了。奥利巴居然放开了抓着手帕的手，任由手帕飘在自己手心。凯尔巴没有大意，因为奥利巴使用的是吉尔贝托式。吉尔贝托是西西里岛的酒店大亨，他是第一个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建造豪华酒店的外国人，同时他还是意大利黑手党的成员，因为私底下拿回扣而被组织处决。他在深夜的森林里被机枪包围，同样也是手帕对战，先松手的人就会获得机枪连击套装。吉尔贝托的对手年轻强壮，紧紧捏着手帕，但是已经70岁的他只能把手帕放在手上，结果可想而知，吉尔贝托死在了枪林弹雨中，但是他的名字却通过游戏规则流传了下来。想到这里，凯尔巴居然也松开了手指，将手帕平放掌心，两人都把手帕放在掌心开始互殴。凯巴尔一脚直踹对方裆下，奥利巴反手把他头朝下摁进了地里。围观的群众还以为凯尔巴必输，却没想到人家居然把手帕放在手背上，狗过一截，两
两人的战斗还在继续，但是观战的刃牙却直翻白眼，多大人了还非要玩这种抢手帕的游戏？怎么男人至死都是少年吗？场上刮起了大风，奥利巴正高兴的和玛利亚炫耀，结果一抬头，好家伙，刃牙已经抱着他老婆睡着了，手帕也随之飞向天空。玛利亚也是聪明人，当场出言嘲讽：一个大男人还玩手帕，丢不丢人？男人就应该简单的以打倒对方为胜，不然还能怎么样？说着还挑衅的亲了亲刃牙的头顶。奥利巴被打击的差点当场去世，而凯尔巴已经反应过来，飞起一脚正中奥利巴正脸，紧接着又是一掌打破鼓膜。他扯下头发，想对之前的炮灰历史一样故技重施，扯碎对方的耳蜗，但头发刚勾住，他就动弹不得了。奥利巴紧紧捏住了他的手腕，紧接着一记重拳，凯尔巴就像是陀螺一样飞了出去，撞在墙上。这才对嘛，真男人就是要这么干。刃牙的目的达到了，还不忘夸夸玛利亚，不愧是17岁就有女朋友的小孩，居然还真的取悦了喜怒无常的玛利亚。就在大家为奥利巴的胜利喝彩之时，广场上突然响起了歌声，本应该被打败的凯尔巴居然又站了起来，他的脸上涂满了油彩，胸口还有之前清晰可见的拳印。他猛地冲上前，一脚踹飞了奥利巴。虽然这一脚威力惊人，但实际上伤害大概是0。奥利巴屁事儿没有，他表示自己低估了凯尔巴，认为对方是弱者，所以没认真打。说话间，凯尔巴闪着红光的拳头已经直冲他后颈而去，但奥利巴明显更快，轻轻抱起了大手，对着凯尔巴闷下一掌，将人一个翻滚砸进了地面。与此同时，所有在美国行驶的车辆导航都发生了偏移，因为永次郎正端坐在车里，享受着总统给他当司机的豪华待遇，同时前后都有警车包围，街上到处都是便衣警察。两人开车来到了总统的府邸，之前被安插在总统身边的凯尔巴手下莱兹一直在负责保护总统的安全。虽然总统垂死挣扎，希望对方保护他，但是在地表最强永次郎的面前，笑死，他冲上去送死吗？再见了您，老子辞职不干了。不仅如此，还大义灭亲，把老板一脚踹出了窗户，然后准备独自面对永次郎。但永次郎比他想象中的快得多，对方早就在总统坠楼之前就瞬移到楼下，把人提溜了起来。永次郎对莱恩没兴趣，他想要找凯尔巴对决，而此时的凯尔巴正狼狈地躺在地上，他回想起了自己的小岛，自己的过去，再次站了起来。这是个赴死的好日子，这是广泛流行于越战美国大兵嘴里的一句话，意思是要勇敢的战斗，活着回到家乡，哪一天都不能死去，直到死去那天要为今天活着。奥利巴单手握拳，手臂上青筋暴起，拳头上升起热浪。凯尔巴同样气势高涨，朝着对手走去。奥利巴1.8米的身体里装着150公斤的肌肉，那个身体所产生的破坏力恐怖异常。而就在此时，凯尔巴一笑，伸手一指奥利巴的燕尾服，只见燕尾服突然失去支撑，倒在了地上。武术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息息相关，武术不断的改良发展，但是却有一个绝对盲点，那就是平衡。所有人都是以身体作为支撑，却不知道地面才是最好的支撑。说着，凯尔巴抬脚让奥利巴失去平衡，紧接着一拳挥下，就让你感受一下我脚到达地心的硬度。在周围囚犯们的喝彩声中，凯尔巴获得着最后的胜利。总统亲自和他道歉，永次郎承认他是地表最强。然而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现实中他毫无还手之力的被奥利巴一拳打倒在地，失去意识。最强海盗凯尔巴 vs 管不住的男人奥利巴，奥利巴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他向刃牙暴露了一个惊天的秘密。欲知后事如何，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